女人跟情人野外交流后离奇失踪9年，期间警方动用各种方法，都未找到女人的踪迹。直到9年后，一起贿赂海关的案件才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南京市斯塔瑞董事长田阳被强制带走调查后，警方将他的指纹和 DNA 录入公安部的信息库后，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警方就确定了田阳就是9年前分尸案肢解杀害刘凤军的凶手之一。9年前，受害人刘凤军携带10万元现金，打算去吴越广场换取一些美元。然而1周后，警方却在跨海大桥下发现了他的尸块。随后，在警方的努力下，花费整整1个月，还在全市各地凑齐了刘凤军的尸体。后来通过摸排发现，案发当天刘凤军是跟随一男一女离开广场的，因此警方推断，这应该就是一场劫财杀人案，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将刘凤军带走的男女。不久后，警方在一起街头械斗案中意外起获了杀害刘凤军的凶器。当时虽然从凶器中提取到了 DNA， 但由于嫌疑人 DNA 并未存档，再加上还有一组 DNA 无法确定来源，因此凶手身份一直无法确定。直到9年后，警方获取到田阳的 DNA 信息，就立刻确定他就是当年肢解杀害刘凤军的人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也很快到了死刑复核阶段。可即使田阳被判处了死刑，却依旧迟迟没有行刑，因为从预审到复核提讯，田阳什么都认，但他坚称自己只是帮凶，主谋是他的情人孟琪。将刘凤军带回出租屋后，是孟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的，而他只是协助孟琪分尸和抛尸。虽说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田阳故意杀人的事实，可这个孟琪9年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只要他一天不归案，法院就很难轻易的核准田阳的死刑。于是便将鲁南临时调来了南京督促复核。当然如果他能找到孟琪，那就更好了，只是一个已经失踪了8年的人，上哪里去找他？起初鲁南只以为是走走过场而已，哪知道刚出门就碰到了凶手的辩护律师冉森，而这个人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想法。一见面他就坦言称，田阳的外贸公司一直背地里走私洗钱，而这个走私团伙的老大陈曼与孟琪的身形十分相似。更可疑的是，陈曼脸上有明显的整容痕迹，因此他十分怀疑走私集团的首脑陈曼可能就是整容后的孟琪。而他之所以如此笃定，是因为田阳被捕时，警方在他的办公室搜出了一枚耳环，他觉得这枚耳环的主人就是李孟琪，不然田阳连死刑都敢认，却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起走私团伙一个字。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田阳是为了包庇当年的情人。而接下来冉森的话还更加让人不寒而栗，他表示自己曾多次向吴警官反映自己的猜测，可吴警官每次的答复都是与本案无关。鲁南瞬间意识到了冉森的意图，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，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！看来这小小的南京也是暗潮汹涌。鲁南明白，从他与冉森坐下的那一刻起，一只脚就已经踏入了陷阱中。为了查清楚陈曼到底是不是孟琪，鲁南独自一人来到走私集团的码头调查，可刚走没几步就被人给盯上了。两人把鲁南押到了办公室，眼前的头目眼神犀利，一看就不是善茬。更巧的是，头目刚好认识他冒充的那个律师。你不是冉森，你谁呀？就在鲁南思考怎么糊弄过去之时，结果手下竟从他包里翻出了法官证。鲁南知道自己瞒不下去了，当机立断的出手了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头目竟然突然反水，3两下放倒了小弟。把他绑起来啊！我操，你要讲活儿出去，你赶紧动动手吧。法官大，原来头目正是警方的卧底，隐藏了多年才混到今天的位置。这下因为他全部暴露了，他们将2名手下偷偷运走后，小头目异常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另一个工头的怀疑。查看监控后，工头立马确定头目就是警方卧底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是抓两松。卧底为了接下来的行动不受影响，直接动手勒晕了工头。可这样下去，工头随时会醒，将他留在这里一定会暴露身份。卧底进退两难，将事情报告给了上级。很快鲁南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头一次见这样给人灌酒。为了伪造出工头喝酒的假象，鲁南竟然自己先闷一大口含在嘴里，然后用吸管对着嘴喝。被打晕的工头一开始根本喝不进去，但也经不住硬灌了，几口下来直接喝麻了。没一会儿，足足1壶酒都被喂完了。也差不多了。随后鲁南驾着喝得不省人事的工头往外走，遇到保安他丝毫不慌。男人嘛，谁心里边没点伤心事儿？保安一闻这么大酒味，丝毫没有怀疑这件事的完美解决，
让所有人都对鲁南刮目相看。他胆大心细，不按套路出牌，往往能取得奇效。他甚至还让自己的好兄弟金牌律师乔少廷伪装身份，接近走私大佬陈曼。警方和法院都觉得这事不太靠谱，唯独鲁南胸有成竹，因为这位大律师比他还能演。为了能伪造成律师合伙人，乔少廷熟记对方的一切。抽不抽烟？喝不喝酒？买不买奢侈品？养不养小三？如果是有他那个电脑硬盘里的动作片的番号，那就更好。一番玩笑过后，乔少廷不负期望地熟记了一切，在机场顺利接到了陈曼。一路上他不停地说起之前律师的事情，想以此取得陈曼的信任，而陈曼只是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，就差点让一切功亏一篑。乔律师，这招是在去机场的路上突发手，直接就送去医院，到现在都没有醒。他什么时候把我的事托付给你了？乔少廷被勒得满脸通红，不停挣扎。跟踪的警察立刻请示上级，要不要对其展开救援。鲁南得知情况后犹豫片刻，命令所有人先是按兵不动，因为他清楚知道陈曼只是走私犯，而不是亡命徒，不会干出这种既没有意义又会暴露身份的蠢事。果不其然，陈曼给乔少廷2分钟，用来自证身份，而乔少廷凭借着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成功的说出了之前律师所有的信息，并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了陈曼，里面有他和前律师完整的通讯记录，以及2人的邮件往来，说对方早在车祸之前就已经将陈曼的事情托付给了自己。事实上，陈曼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事先让警方帮忙伪造的。见陈曼有些动摇，临了还不忘耍个小聪明，打消陈曼的怀疑。你不是说好了2分钟时间解释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果然这一下逗乐了陈曼，他示意手下松开绳子。谁知此时的乔少廷简直引地附身，一顿委屈加抱怨，让大佬陈曼来了兴趣，看得津津有味。可正是这种半真半假的演技，让陈曼放下了戒备。但是从陈曼的表现，鲁南觉得陈曼和孟琪并不是同一人。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唯一可能知道孟琪下落的人也被人推下了大楼，当场命丧黄泉。如今线索就这么中断，鲁南隐约感觉似乎是有人在误导他们。